大家好，我是住在东京的方怪。这一期我们来聊一下日本的垃圾分类。本期视频呢不包括日本的垃圾该怎么丢、丢哪里，以及大型垃圾的处理方式。有关这些内容，我会放在下一期给大家进行说明。首先，我们来聊一下日本的主要垃圾分类。这里的垃圾分类呢不包括大型垃圾，只包括一些家庭小型垃圾，也不包括电子类垃圾和一些特殊类的垃圾。左边是中文的译名，右边是日语的原话。我们这里主要看中文。中文的话有以下几种：普通垃圾、有害垃圾、玻璃瓶、罐、金属、纸类、塑料瓶、纤维类和包装容器类。这里呢有几个比较特殊的，比如说罐，这里的罐主要指的是金属罐，而不是玻璃罐，而一般的玻璃罐是包括在玻璃瓶里面的。接下来我们来聊一下一些常见的代表垃圾。首先是普通垃圾，普通垃圾主要有以下一些：厨余的垃圾，以及废纸、热敏纸、脏破的服饰、日常垃圾。首先是厨余垃圾，大家都知道的是哪些厨余垃圾？然后是废纸，废纸的话就是一些脏的、用不了的、无法进行回收利用的。然后热敏纸的话，这个是在日本是属于普通垃圾，而不是属于可回收垃圾。然后是脏破的服饰，一些衣服太脏或者太破是不能够进行回收的，所以说也属于普通垃圾。包括一些被子之类的，这些只要一些太脏的东西无法进行回收利用的，都是算作普通垃圾。还有就是一些日常垃圾，然后是有害垃圾。有害垃圾的话，主要是荧光管、水银温度计、水银血压计等含水银或者有害物质的垃圾。这些垃圾的话呢，主要是含有有害物质为优先。如果不含有害物质的话，就不算作是有害垃圾，就可以算作是普通垃圾。然后是玻璃瓶，玻璃瓶的话，主要指的是一些玻璃容器，也就是玻璃性质的一些东西，都可以算作这个玻璃瓶里面那个瓶的分类。罐子这里主要指的是金属罐，比如说啤酒、饮料之类的金属罐。如果你是装，比如说像一些食品用的是金属罐来装的，那些就不能算作这个罐。这里主要就是啤酒和饮料罐之类的金属罐，装液体类的，也就是啤酒和饮料这一相关的。然后是金属，金属的话主要指的是金属锅，然后金属锅上那个把子是塑料的也没关系，这也算作是金属。金属锅铲，然后是非金属类的，就是非饮料类金属罐。非饮料金属罐呢，就指的是前面讲的那种啤酒、饮料罐之类。因为日本的啤酒和饮料罐主要是用铝，而一般的金属罐主要用铁或者其他合金，所以说它是算在另外的金属里面的。然后是各类的小型金属，还有金属菜刀。金属菜刀的话，这个有一个注意事项，就是丢弃的时候一定要用纸或者其他一些能够把它包裹住，避免在压碎的时候弹跳伤人。这个怎么说呢？日本的它的一些金属类的垃圾，很多垃圾实际上都是进行过压缩处理的。如果刀片、刀这一类不进行包裹的话，会在压缩的时候它突然断掉，断掉的时候它可能会弹出来伤害到人。所以说丢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定要把他们用纸或者说其他一些能够防止溅跳的东西包裹一下。然后是塑料瓶，这里的塑料瓶和上面的罐子一样，都是指的是饮料、啤酒类的塑料瓶，而不是指的比如说瓶子类的所有的东西。比如说容易搞错的是那个食用油的那个塑料瓶，它那个塑料瓶它就不是用的是同一种材料，而是用的是包装容器类的塑料来进行制作的，所以这里大家要区分一下。包装容器类，这里就包括刚刚说的食用油的瓶子。这个食用油的瓶子的话，我看过很多牌子，基本上都是属于这个包装容器类的塑料制作的，而不是那个饮料瓶的这种塑料进行制作的。然后是各类包装类容器，比如说像一些塑料袋，还有一些塑料包装。然后是饮料瓶的一些固定塑料，比如说像那个可口可乐的商标的那个贴的那个纸，还有它的一些瓶子、瓶盖啥的，还有带有包装容器类标志的各种塑料。这个就指的刚刚讲的很多塑料，它是那个虽然写着的是，就是让你感觉可能是属于塑料瓶类塑料，但是它实际上是属于包装塑料类的塑料。然后是泡沫类填充塑料，这个就指的是比如像我们常见的一些空气填充的塑料包，然后一些泡沫。纤维类，纤维类主要指的是一些旧衣服、旧床垫、旧被子这些，但是他们的要求是
破损程度比较低，或者说几乎不破损，以及肮脏程度比较低的。如果是太脏的或者破损太严重的，这个是属于普通垃圾。前面讲了那么多垃圾，这里我们来讲一下一些常见垃圾的主要标志。这里主要大家记住的呢是上面的2个以及下面的左边第1个，因为那个后面的这2个的话，它其实上并不需要大家去特意去记，你只需要记住这3种就可以了。第一个是那个日本的包装容器类垃圾，也就是那个刚刚讲的那种，你只要看到有这个标志，都可以算作是那个包装容器类垃圾。然后是纸质的包装盒，这个主要指的是一些盒装的一些牛奶，还有一些饮料盒这种。然后是下面的这一个1，然后中间循环利用的这种，指的是饮料、酒类的一些那个塑料瓶。上面我们看了一下主要的垃圾标识，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现实中它又是怎么标识的。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这是可乐瓶。可乐瓶的话，它是标在这一个商标志这个地方的。然后的话，右边这个是食用油的，它这里只有1个标志，所以说代表它这3个，也就是它整体都是代表的是这个包装容器垃圾。而左边的这一个，它是有2个标志，第一个是指的这个1的循环标志，都代表的是这个瓶子是属于那个塑料瓶。然后下面这个普拉，然后这个下面它有2个，一个是瓶盖，还有是这个包装的这个容器，这个也是这张纸，它都是属于这个包装容器类，就按照这个来进行区分。然后还有一些它是不会印在上面的，而是通过一些凹凸类的一种印记去上面的。最近我们有买到这样的产品，如果以后买到的话，我给大家进行再介绍一下。接下来我们来进行一些常用垃圾的分类。常用垃圾，比如说像第一个，这个是可乐瓶。可乐瓶的话，它首先刚刚和下面讲的一样，这个透明的这个塑料罐体，它是属于那个塑料瓶。然后下面的这个可乐的这个瓶盖，以及可乐瓶盖下面连着这一小点点的这个红色圈，以及这张包装纸，属于包装类容器。右边这个呢，是我经常买的一种辣椒大王的一种罐头，它上面的这个属于金属，这个金属盖子。然后下面的这个玻璃，它是属于那个玻璃罐。然后中间的这一个纸，它是属于纸的分类。如果说你能够把它取下来，就按照那个纸的丢到纸的分类垃圾里就可以了。如果取不下来，那就给它当做常规垃圾，给它进行清洗一下，把它撕掉，当成那个普通垃圾丢掉就可以。然后左边的这个呢，是我买的棉签。棉签的话呢，它是由塑料罐和里面的棉签组成。其实它这里中间还有一点那个纸。然后这里的话主要是塑料罐，它是属于塑料。然后这个棉签，不管你用还是没用，它都是属于那个一般的常用普通垃圾来丢掉。然后这个是扫把。扫把的话，它上面和下面它是属于塑料的，所以说丢的时候你要把它丢到塑料里面。但中间这一根它是那个铁的，就要算作金属。左边呢是我买的一个衣架，它的一小部分虽然是属于金属，但是它的整体部分是属于塑料容器类垃圾。如果说你有时间可以把金属取下来的话，那么就把它取下来一下，那样子丢就可能是最好的。右边呢是我买的麦克风的一个包装，它里面的包装盒是属于纸质垃圾，它里面的填充物还有包装袋是属于塑料容器类垃圾。左边是一次性筷子，一次性筷子它的包装是属于包装类容器类垃圾，它的筷子无论干净还是脏都是算成一般垃圾。右边呢是我买的垃圾袋，垃圾袋的话，它的那个里面的垃圾袋在使用之前它是干净的话，它是属于包装容器类垃圾。如果它使用以后来装垃圾的，它就属于一般的垃圾了。左边的是面粉，面粉的话呢，它里面的面粉同样的，它是不管干净还是脏，它都属于一般垃圾。然后面粉的这个包装，它是属于那个包装容器类垃圾。右边的是用来洗碗的，里面的东西如果是干净的话，它就是属于那个包装容器类垃圾。但是如果是使用过的话，它就是属于一般垃圾。左边是我买了一个锅盖，锅盖的话，它的把手虽然是那个塑料的，还有它的那个中间的透明的是玻璃的，让它整体来说都属于金属，所以说丢弃的时候算是金属垃圾。如果你可以把它那个塑料的部分给拆下来，算作那个包装容器类垃圾的话，这也是非常不错的。如果你能拆得下来的话，右边的是我刚刚讲的那个食用油的瓶子，食用油的瓶子整体来说它都是属于那个
包装容器类垃圾。当然，有一些食用油，它这个下面这个包装容器的这个部分它是纸的，所以说它就是属于那个纸，是你需要单独撕下来的。左边的呢是一个过滤网，过滤网的话呢，它在使用之前呢，它是那个，它无论里面还是外面都算是这个那个包装容器的垃圾。如果使用以后，它的下面这个就是脏了，脏的话就是算成那个普通垃圾了。右边呢是我们常用的一种锅砂，那个这种锅砂的话呢，它在使用前是属于金属，使用后以后清理不干净的话，它就属于一般垃圾了。左边呢是我买的一个破壁机的一个部件之一，它的下面呢是金属，上面呢是属于普通的包装容器垃圾，但是它是分不开的，所以说这个丢弃的时候是算作整个一体的那个金属垃圾来进行丢弃的。右边是我买的一个作为料酒的一个白酒的一个瓶子，它上面的瓶盖部分是金属垃圾，下面的这个玻璃瓶部分是属于那个平的那个垃圾，然后它中间这个纸就是属于那个纸质垃圾。以上就是我能够从家里面找出来的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些垃圾。如果以后还有其他更有代表性的垃圾出现的话，我会给大家继续分享。最后，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如果我的视频对大家有帮助，希望大家帮忙点赞和分享。如果大家对我的内容感兴趣，欢迎订阅我的频道，我会继续分享日本的生活相关的经历和经验。如果大家有疑问或者想要和其他论友一起交流，欢迎加入我的私人猎豹群。谢谢大家。